悲剧正在上演，曾经的中国房地产业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低谷时期。最新数据无情地揭示了这个行业的颓势。今年4月，中国百强房企的销售业绩同比暴跌近 45%， 堪比金融危机时期的重创。不仅如此，进入百强行列的门槛也创下新低，还不及3年前的1/3。这簇暗淡数字背后，是整个中国房地产产业的寒蝉凋零。一个支撑中国经济多年的利基产业正在直线下坠，远离过去的光环。万丈豪情在昨日，冷落征尘无人时，曾经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巨头们，如今也面临着被肢解放血的厄运。放眼整个1至4月，百强房企的累计销售业绩同比下降 46.8%， 达10914.1亿元。而就在2021年，同期销售还高达2万亿元左右，如今只剩下一半有余。这一水平在近几年都是罕见的低谷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即便是重量级房企，也难逃此次的严重冲击。保利发展、中海地产、万科地产这3大豪门，素有房地产业铁三角之称，号称是国内房企界最顶尖的存在。然而，在最新一季的业绩中，他们都出现了资不抵债的窘境，3家房地产航母全部遭受了重创。作为整个行业的龙头，万科的业绩更是吓人。4月份单月万科的合同销售金额同比暴跌 42.51%， 销售面积也腰斩下滑 37.44%。这家曾经号称行业太子的房企，如今风光不再，也预示着整个产业的寒潮正在加剧。业内人士哀叹称，身为头号航母，若连万科都遭此颓势，其他小房企的处境可想而知。而曾被称为利润王的中海地产，4月也难逃魔咒。相较去年同期，月度销售额更是腰斩下跌 49.72%。可怕的数据让人不禁怀疑，昔日利润之王会不会就这样土崩瓦解？保利发展作为整个房地产界规模最大的公司，1至4月销售同比下滑 30.65%。这家拥有大鳄之称的企业，在此次寒潮中同样喘息万分。不仅如此，曾经傲视群雄的3家航母，如今只能勉强挤入今年10强房企的行列。进入这个排行榜的门槛已降至300亿元。整体而言，百强房企的格局已悄然重塑，昔日的霸主地位或将土崩瓦解。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行业浩劫，数百万购房者和投资人的利益将陷入重大危机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房地产业出现大面积崩盘，中国经济的这座金字塔将彻底崩塌。导致房地产业走向绝境的重要诱因，首先是中国居民的购买力出现了剧烈下行。在不久前，经济学家直言不讳，中国正式进入经济收缩期，长达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将彻底终结。他更是用穷人消费不起，中产不敢消费，富人无从消费9字诀概括当下的消费景象，一语惊人。这无疑是对中国房地产业前景的最沉重打击。我们都知道，正是依赖于持续几十年的收入增长和大规模消费热潮，才催生了中国房地产业的辉煌时代。但一旦消费大潮退去，再无力撑起高房价和高利润，整个行业将不可避免地步入寒冬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当前中国的消费阶层已呈全面分化。有些人已经对房产投资渐失兴趣，富裕阶层的房产需求已经趋于饱和，中产阶层在就业压力和生活成本的双重挤压下，住房自住需求都将大幅缩减。至于底层人群，在温饱线上挣扎，根本无力购房。正所谓金子夕阳开遍，只有勾陈且自迷。曾引领中国房地产繁荣的源头购买力，如今似乎已经彻底断裂。没有了持续升温的住房需求，
整个行业也将加速凋零。此外，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也将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的颓势。这犹如当头一棒，让原本就伤痕累累的行业遭受重创。不难发现，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。按照现有趋势推算，未来几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持续快速攀升，而这批老年群体居住在上世纪70、80年代购买的住房中，正逐渐步入变现时期。也就是说，几十年前大量房产的买家，如今将成为无情的卖家。他们将出于养老等现金需求，一窝蜂般把手中住房资产变现出手，释放出大量供给。而年轻人购买住房的意愿却未见上升，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恶化，迫使房价持续承压，最终引发市场崩盘。更可怕的是，一旦房地产行业大面积亏损破产，届时无数老年群体将血本无归，晚景凄凉。除了需求端的消费力下滑和人口冲击，中国房地产业陷入困境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新的需求增长动力。众所周知，上一轮消费热潮如今已接近尾声，而新的大规模创新力量仍乏人问津，社会进入了内卷状态。这种内卷态势导致汽车、家电等传统产品只能增加无谓的配置和华而不实的新功能，却鲜有革命性创新。这注定将造成大规模的无效供给，消费对于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大幅减弱。而房地产作为钢筋水泥的超级大宗消费品，自然也将承担其中的冲击波。一旦缺乏新的收入和消费升级预期，房企将再难吸引购房者买单。由此可见，来自全方位的需求端压力已令中国房地产遭遇了最严峻的生存考验。不管是购买力下滑、人口老龄化，还是缺乏新的创新动能，都让房地产业的增长土壤已尽数耗竭。面对百强房企的惨淡业绩，房地产业的寒潮态势已出现端倪，我们不得不审视它将走向何方，是持续盘旋在低谷，亦或将最终彻底破灭。另一个可怕的后果是，房地产业可能将像钢铁、煤炭一样被戴上了去产能的帽子。一旦政府祭出新的产业政策，不排除会出现裁减房地产业总量的做法。换言之，经过30多年的疯狂发展，中国房地产业最终可能要迎来一个艰难的大后退时期。届时，不仅是企业和投资者遭殃，就连普通购房者也将深陷其中。大量行业分析师发出严重警告，中国房地产业很可能正走在通往去产能的不归路上。如果中国经济要摆脱房地产依赖，许多关联行业将成为其中的牺牲品。地产金融、建筑装潢、家居家电、中介等，过去几十年中都高度依赖于房地产的红利。一旦房地产业出现重大倒退，上述行业的利润和就业也将遭受重创。曾经靠房地产而生的庞大产业链条或将土崩瓦解。此外，即便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，房地产业的衰败也将带来沉重打击。长期以来，房地产一直是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主力军。依靠房产投资，不少家庭终于财富自由，不再为温饱奔波。但如果房地产行业真的大起大落，无数家庭或将血本无归。更大的隐患还在于，随着房地产业的倒塌，释放出的衍生影响将危及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平稳。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，据估算，它直接或间接拉动了近30%的 GDP 增长。因此，房地产业一旦出现动荡，对投资、消费、就业、税收以及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将带来毁灭性打击。可以说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一座支柱性金字塔。一旦这座金字塔开始倾斜崩塌，整个经济大厦都将面临重大风险。
中国人就自求多福吧。